公告上面写说今天因为什么水的问题暂停开放，那我就来这边才知道。反正我来这边还有22天左右吧，就在看什么时候再来。现在我沿着塞纳河在走呢，因为刚刚巴黎铁塔没有开的关系，所以呢我就改成行程去凯旋门。但是去凯旋门公车大概还要再等个7分钟，那我想说好像走过去也不会很远，他刚好来看一下巴黎的风景。马雷 Tokyo 在这边，等一下中午的时候这边会开放，所以我等一下可以从这旁边的这个门进去看一下里面。在这个路上啊，就没有什么观光客，在这边 vlog 就比较轻松，因为你不会觉得说有人会去把你的东西抢走。像我到现在就没有遇到了，就只有遇到一些有人他们会叫你签名什么的，但还好，感觉还不错，之前没有看过。不过现在正在整修，不知道下次来会不会有。刚刚法国的中小型超市 Monoprix， 每次都会来这边看看。他现在是需要买水，像我们的全联，什么生鲜食品、零食都会有，洗发精啊、生活用品啊。像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，终于到凯旋门附近了。再来是要排那个要上去的电梯，超多人，前面这边。然后这样转过去，刚早上还有太阳，现在比较没有。那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晴天，所以我在上面的时候其实算拍的还蛮漂亮，还蛮清楚。但幸好现在没有下雨，而且其实现在天气也比台北还要好。在台北你很难在外面待到那么久，然后有办法这样子，也不会到那么冷，因为台北是湿冷，而且风又很大，常常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容易觉得很冷。等要上去之前会需要通关。好像很多东西不能带。真是超级温暖。有没有想说要走那个埃菲尔铁塔？而且埃菲尔铁塔在室外那个风还蛮强，还蛮冷，而且蛮可怕的，因为你往下看，就直接看到底。这边的话还好，就是螺旋状的。等下还要再往上走。最后一关。我下面这边呢是香榭丽舍大道边，可惜最上面最中间没有办法拍，要不然其实我可以拿360相机，一次把所有的景色全部都拍进来。给大家看不一样的风景，有个很不一样。这边到底会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那种现代式建筑，巴黎里面最高的建筑区是在那边，那边是那个拉蒂蹦，这个应该比较多观光客比较不会去的地方。但是刚刚没有爬到的巴黎铁塔。